现在这帮奢侈品的吃相是越来越难看了啊！明明是自己通过在旧时代里横行无忌抢占的红利先机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啊，都要躺在上面千秋万代的敛财，动辄就要怪世界。哎呀，还讲不讲规矩了？全世界都错了，只有自己做的好极了。最新整的新活就是 LV 又把我们的知识产权局给告了啊！这个事儿已经是他们第6次跟国知局对簿公堂了。一个全球奢侈品巨头天天就盯着咱们国内的个体户和行政部门咬啊！以前大家可能还觉得啊，这就是人家可能法治意识强啊，比较敏感。现在啊，咱要是把时间线拉长，这么一看，哟，这哪是维权呢？这是碰瓷加上反向文化收割啊！就在这起案子开庭前不到10天，也就是6月29号，苏州中院刚判了茉莉奶白的侵权，因为用了这个4叶花卉的纹样，形似 LV 的这个老花，要赔偿给这个咱们就叫他驴家吧经济损失1000万，外加维权合理开支30万，合计1030万。茉莉奶白认为判决不公还在上诉的过程中。那反手呢 ，LV 与其说是维权，不如说是施压的，把国知局又给告了。这大家注意力仔细一集中扒了一下才发现 LV 这几年可够忙活的在国内发起的简直就是地毯式的维权诉讼，数量高达1690多起，什么概念？平均下来1天1起而且就在今年上半年，短短这几个月里又增加了50-60起。这个网撒的那真的叫一个密不透风。从卖茶饮的、做衣服的，到开餐馆的、卖葡萄酒的，被告席上从大型企业一路排到个体工商户。那 LV 现在已经脱离了保护品牌基本创新权益的这个范畴了，现在已经异化成了一种依靠历史先发优势来强制收租的商业模式了。那最高检、人民日报先后刊发深度文章，直指这场争议背后的反向文化收割的困境。外国奢侈品凭借着成熟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，抢先将东方尤其是我国的传统纹样改造、注册，然后形成排他性的这个商标权。我国的符号纹样历史悠久，而且传承不绝。现在茉莉和 LV 争议的这个纹样都是地势纹不断的一个演化。因为这4个对称的叶片的外形酷似这个柿子的果蒂而得名的，风靡一时的唐代宝兴花就是柿蒂纹复杂化演变后的形态。但我们本土的企业普遍缺乏前置产权布局的意识，公共传统文化资源也没有建立起系统性的防御保护机制。当本土的商家合理的借鉴传统纹样开展经营的过程中，就会立刻落入到外国品牌的商标包围圈里。而法律呢，现有的规则只保护已注册的商标，却难以界定传统文化符号的公共属性，形成了如今这种李鬼找李逵的后代赔钱的矛盾局面。而一旦这种维权及盈利的模式在现有的这个秩序里运转起来，它可就成了一门剥削别人稳赚不赔的买卖了。当年西方借着工业革命和资本扩张的东风，率先在全球建立起了这套商标和专利的保护机制。他们把很多原本属于全人类的，尤其是属于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拿过去稍微改头换面，就锁进了自家的财产保险柜，反过头来还要向我们收过路费。驴家所谓的老花在咱们的建筑、服饰、器物上用了上千年了，结果现在非得说是自己的，而且是绝对排他的专属资产。按照这个维权的逻辑推演下去，那些从中国传统文明里汲取了海量灵感的国际品牌，是不是都得排着队的向我们交文化使用费呀？Celine 的兽形纹纪梵希的回纹纹，梵克雅宝的四叶草也是地势纹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跑不了。如果连咱们的青花瓷纹样龙凤图案，甚至书法艺术都去主张绝对排他权，那全世界恐怕都得给中国赔款了。这种想把公共文化资源彻底私有化的吃相